真千金进门当天，我被确诊了胃癌。我收拾行李离开家时，身后传来弟弟的冷嘲热讽：“非要回你亲妈那个贫民窟，你是不是故意想把自己弄得很惨，然后等我们可怜你，求你回来呀？那你加油吧。”我心想，那我就去死好了，就像小说里写的一样，一直被误解、被讨厌的人死了之后，他身边的人才幡然醒悟，他们没办法补偿，只能一辈子后悔。我搬回了真正家人在老破小，准备等死，却有人握着我的手，说我是他的小妹妹，只是把你的房间让给我姐而已，至于吗？你现在搬走，让我姐怎么想？陈池站在我卧室门口，声音里满是不耐烦。她肯定会觉得是他把你逼走的。我姐那么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你这样不是纯粹给她添堵吗？我动作顿了顿，没有说话，继续收拾行李。只认识了1个礼拜而已，真千金已经迅速被这个家接纳了。她高挑漂亮，落落大方，成绩优异，即使在很普通的家庭里长大，也成为了十分优秀的人。与我一比，简直天上地下。算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最后还不是要哭着喊着回来。陈池似乎觉得刚才的2句话已经算挽留了。住那种贫民窟的，能是什么正经家庭？你可别反过来吸我们的血给他们花。我们家好吃好喝养了你10几年，已经很够意思了，好不好？我点点头。癌症报告单还在书包里放着，医生都诧异我年纪轻轻怎么会生这种病，让我赶紧联系家人商量治疗方案。可我的家人不会在乎的，毕竟我是这个家的罪人。小时候，陈池趁着保姆午睡，拉着我和他去楼下荡秋千。他一时兴起，恶作剧将我从荡高的秋千上摇下来，摔得我胳膊和腿上都是血。我疼得大哭，跑回家找保姆。等保姆紧急处理好我的伤口，却发现陈池不见了。他失踪了1天才回到家，满脸是泪，手背上有烫伤。他说自己被陌生叔叔带走了，趁那人中途下车买东西，自己跑下车，好不容易才找回家。手背上的烫伤是陌生叔叔因为他一直哭生气了，拿打火机烧的。我至今都无法忘记，妈妈在抱着自己失而复得的宝贝哭了一场后，一脚将我踹倒在地，又把我拎起来，一下一下地推搡我时说的那些话。迟迟要是真被拐走了，你赎罪一辈子都还不清。你为什么非要带迟迟下去玩？你不是从来不喜欢玩那个秋千吗？你是不是故意的？陈木，我问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要不是我亲生的，我真恨不得打死你。我想说是陈池非要带我下去玩的，我也想好好看着他，但我当时受伤了，我真的很疼，流了那么多血，我也很害怕，当然想回家找大人呐。可愤怒到极点的妈妈看起来太吓人了，一向反对体罚的爸爸也站在一边，阴着脸默默看着，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我被吓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从那以后，爸妈就很少给过我好脸色。每次我拼命讨好家人，努力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时，陈池手背上的疤就会无声地提醒着他们。我差点害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宝贝，不被在乎的生活过了10几年，也是时候结束了。如果我死了，他们可能还会在乎一下吧，那就去死好了。我想，就像所有的小说里写的一样，一直被误解、被讨厌的人死了之后，他身边的人才发现自己对他有多少亏欠，多少爱，但他已经死了，他们没办法补偿，只能一辈子后悔。一丝难以启齿的希冀从心里升起，我用力拉上行李箱的拉链，拎着他走到陈池身边。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故意想把自己弄得很惨，然后等我们可怜你，求你回来呀？陈池嗤笑一声，那你加油吧。我是坐上公交后才打电话和我血推员上的亲人联系的。电话对面的女孩声音很大，有点不耐烦。等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钥匙在门口地垫下面放着。哦，对了，我叫任小璐，我是你姐。说不失落是假的，我以为至少会有人在家里等我。过了片刻，又摇摇头，心想有什么意义呢？反正都要死的人了。
找到钥匙进门，门口放着一张合影，长得很好看的一对少男少女，但表情都冷冰冰的，让人亲近不起来。听说爸爸已经去世了，只剩妈妈带着一儿一女，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姐弟。当初医院失火，陈池的亲姐姐被护士抱走，卖给自己没孩子的亲戚家，我被当作陈家的女儿带走，而任家则以为自己的女儿死在了那场火里。房屋拥挤破旧，家具过时又不配套，采光不好，客厅的灯还是坏的。也许是这么多年的讨好已经刻在了我的骨子里。来到新家，我下意识的就想做点什么。走进厨房，我开始做饭，可因为用不熟悉的厨具，切西红柿的时候切了手，鸡蛋也炒糊了，呛得我咳嗽不止。就在此时，大门打开，合照里的女孩推门进来，然后被屋里的烟呛得开始咳嗽。她捂着鼻子跑到厨房，看清情况后尖叫一声：“喂，你干嘛呢？”她拎着我往阳台上一推，把阳台的门关上。在浓烟里不知忙活什么，不会做饭就别做。买鸡蛋不花钱是吧？怎么刚回家就添乱了？大小姐当习惯了。大小姐，没人爱的大小姐。我低着头不作声，她却越说越来劲了。我告诉你呀，我们家没那么多钱给你糟践。怎么带这么大个行李箱？哪有地方放你的东西啊？真是的。她说完了，把我往旁边一推，紧接着门又打开，是照片里那个冷着脸的少年。他看了我一眼，没作声，扭头进了卫生间。我站在原地，只觉得难堪到动弹不得。过了会儿，有人拍拍我的肩膀，让路让路。我下意识让开，他柔顺的黑发从我身边飘过。我是你姐，我叫任小璐，那是你弟，任小天。任小天，滚出来吃饭。我走到餐桌边坐下，任小璐继续端菜，韭菜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辣椒炒鸡蛋，还有一锅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忘记难堪，忍不住震惊道：“怎么全是炒鸡蛋？任小璐，看你刚才炒了那么多糊鸡蛋，应该挺爱吃鸡蛋的吧？冰箱里那些鸡蛋都让我炒了，妈回来骂我，你给我顶着呀！”他不是讨厌我吗？不是一见面就讽刺我是大小姐吗？为什么把冰箱里的鸡蛋都给我炒了？可他没有为我解惑的意思，而是起身走到卫生间门口，用力踹了一脚卫生间的门。任小天，滚出来吃饭啊！你藏里面干什么呢？片刻后，任小天出来了，他头发湿漉漉。任小天说出了我们见面以来的第一句话，他说：“我有点紧张。”我不好意思。任小璐，你不好意思个屁！那也是你姐，一个妈肚子里钻出来的，你亲姐。见她还用特意洗个头做个造型啊！看你这傻样，我就想抽你。任小天走到餐桌边坐下，看着我说：“姐。”我也莫名开始紧张，点点头。他从兜里掏出一块手表递给我：“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见面礼。”我接了过来，突然意识到，我一直想着自己都没给我真正的家人准备什么。任小璐道：“行了行了，赶紧吃饭，饿死我了。”任小天，你哪来的钱？又帮人打游戏去了？任小天说：“我卖身赚的。”我被口水呛得狂咳起来。任小天，我同桌前男友总在学校门口堵她，我假装她男朋友揍了那小子一顿，他给我300辛苦费。这时手机嗡嗡响了起来，是陈池的消息。新家如何呀？贫民窟住的还开心吗？是不是以为爸妈会打电话问问你去哪了呀？想多了，我们一家4口出来吃大餐了，附带一张江景餐厅的照片和他们一家4口的合照。我没有回复。几分钟后，陈池又发来了一条消息：“你知不知道我们下午收拾你留下的破烂，看到你初中时候的作文了？你也太搞笑了吧！妈什么时候冒雨带你去医院了？我就记得你有一次肠胃炎，妈都懒得搭理你，扭头陪我出门逛街买鞋了，好吧？你知不知道我把你的作文给妈看，妈怎么说？”胃部一阵绞痛，尴尬和无措令我手指发抖。我慌乱地打字：“为什么要发给她看？这只是我想不到该怎么写最爱的妈妈为题的作文。”
随便从作文书里抄的，难道这也值得嘲讽吗？可还没等这句话发出去，我就收到了一张聊天记录截图。我走后没多久，陈池把作文的截图发给妈妈，妈妈只简单回复矫情，矫情。妈妈好像很喜欢用这2个字评价我。每一次我在她面前哭的时候，她都会说我矫情。第一次听到这2个字是什么时候呢？我以为自己忘了，但此刻我居然很清楚地想了起来。初一时，陈池想独自出国玩，妈妈担心他的安全不肯，母子2人罕见地闹了点别扭。妈妈还说他不懂事。没过几天，陈池冒雪出门，买了一块小蛋糕给我，当晚就被冻得发起了高烧。妈妈守在他病床边一夜没睡，心疼得要命。陈池却满不在乎地说：“没事，姐想吃冬天的第1块蛋糕，我就给她买呗。”妈，你不许再骂我不懂事了呀！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个水杯就砸在了我的身上。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呀？妈妈起身指着我，两眼泛红，吃不到这口蛋糕能死，非要你弟弟冒雪去买。你上辈子是馋死的。我愣在原地，过了好几秒才讷讷开口：“我没有说我想吃蛋糕啊。”陈池沉默一会儿，说：“哦，是我自己飞出去买的。妈，你别生气了，你还不承认是吧？”妈妈狠狠推了我一把，我的腿撞在床角，发出一声闷响。旁边站着医生、护士和同病房病人的家属，那杯水浸透了我的上衣。发育期的我还没穿合适的内衣，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我第一次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句话感同身受。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没人说话，我只听到自己急促的带着哭腔的呼吸声，还有我狼狈的吸鼻涕的声音。打破寂静的是妈妈，迟迟还没哭。你哭什么？矫情的要死。这件事的后续是陈池得偿所愿，爸爸心疼他，抽时间带他去欧洲旅游，让他的青春获得了再一次圆满。他站在芬兰极光前微笑的照片，至今还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我则在他们旅行的第1天被留在家里，强迫吃下了一个很大的草莓蛋糕，吃得我恶心了也不能停。吃，看着你吃完，一次性吃饱，治你的馋病。妈妈站在厨房岛台前，一边给鲜切花剪枝，一边命令。我看着眼前的蛋糕，拼命忍住眼泪。为什么？我说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信他不信我？难道只有他是你的孩子吗？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发出疑问。我真的好想知道答案。妈妈刚想说话，电话就响了起来。她随手接起来，迟迟晕机。怎么搞的呀？飞太久了吧？没事，我放了药在药盒里的，你找找啊，就在行李箱边上，赶紧喂孩子吃了。吃了吗？行。那就推迟1天再去啊，怎么会来不及？多玩1天不就补回来了？好了好了，你把电话给迟迟。他又絮絮叮嘱几句，表情关切温和。我猜连他自己都没发现，他和陈池说话的时候，嘴角是情不自禁往上翘的。挂了电话，他发现我在看他，移开目光，轻嗤一声。我不知道这声轻嗤代表什么，可当时他不屑的眼神，微微向下撇的嘴角，都让我觉得自己低贱又不值一提。我就像一只被捡回来的流浪猫，以为这里就是自己家，可如果不小心碰了家猫喜欢的玩具，立刻就会被一脚踹开。我去蹭蹭他们的腿，他们还会笑着点评一句：“这小畜生真是自作多情。”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说过任何自己想吃什么，也再也没吃过蛋糕。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但所有人都这么对我，应该就是我的错，所以我不配委屈。回忆戛然而止，一只素白的手将我的手机拍在了桌子上。吃饭的时候不要玩手机。任小璐凶巴巴地教训我，瘦了吧唧的还不好好吃饭呢。你再不吃，任小天全都炫了。我抬头看看，任小天已经风卷残云地吃了一碗饭，被我看着，任小天不好意思起来：“要不姐你先吃，你吃完了我再吃。”哎呀，其实我平时也没这么能吃的，主要是刚才训练太饿了。我平时很注重形象的。
心里涌起一股陌生又奇异的感觉。我赶紧摆摆手，没事没事，一起吃，你饿了就多吃点。我吃了一口西红柿炒鸡蛋，味道鲜香，配着软糯的大米，好吃的不得了。姐，我试探着叫了任小璐一句，你做饭真好吃，辛苦了。哎呦，任小璐忍不住翘起嘴角，还是妹妹好啊，嘴甜，不像某些人。姐今天心情好，再给你加个菜，你想吃什么？说吧。我突然意识到，这是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有人脸上挂着笑，不带恶意地问我想吃什么。本来不想麻烦他的，可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口。我快死了，我为什么不能任性一次呢？我想吃蚝油生菜，这还不简单。等着。任小璐起身往厨房走，很快就端了盘蚝油生菜上桌。我夹了一筷子蚝油生菜放进嘴里，好吃吧？任小璐说，好吃多吃，看你瘦的，啧，一根小麻杆。我看了看自己细瘦的胳膊，低头大口吃饭，眨了好几下眼睛，才把眼泪眨了回去。任小璐的卧室很小，东西又多，我的到来无疑让这里变得更拥挤。我听说人家没有让你走的意思啊，是你自己非要走的。任小璐一边把自己的东西腾出来，一边说，脑袋进水了呀，放着大小街日子不过，跑这儿来吃苦。我站在一边不敢出声，因为担心他不高兴而紧张。想到那张诊断单，我的内心趋于平静，反正我总要死的，又不会打扰他太久。突然，我脸上被拍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我回过神来，定睛一看，是一个 Jellycat 的玫瑰色小龙玩偶。没那么多钱给你准备见面礼，追我的男生送我的礼物，我没动过呀，全新的，特意给你留的。任小璐说，家里就这个条件，你适应一下吧。啧，你这裙子不能拿洗衣机洗吧？要手洗你自己洗呀。我不伺候，麻烦死了。我看着眼前的小龙玩偶发呆，嫌我麻烦还给我准备礼物啊？我讷讷地说。任小璐哼了一声，怎么没人去接你？不高兴了？谁让你挑今天来了？我去做家教挣钱。任小天是体育生，被叫去训练了，不许小心眼啊。这不是都提前回来做饭给你吃了吗？快12点了，妈妈还没回来。任小璐说，别等了，可能太累了，直接在店里睡了。她这2天忙，我没和她说你今天回来。我点点头，与她先后洗漱过后，换上睡衣，一起躺在床上。刚有了睡意，我就觉得自己手心一热，是任小璐握住了我的手。真没想到自己还能有个妹妹。她说，当时医院着火，爸妈还以为你死了呢。这事说出去都没人信，确实是很离奇的事。可现在我没什么心情去琢磨了，我的感知全都聚集在她与我交握的手上。我没什么特别亲近的朋友，没人这样亲密地与我相处过。原来和别人握手是这种感觉，女孩子的手热热的，软软的，弄得我的心也热热软软的。对不起，我说，突然多了个人，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也知道呀，大小姐。任小璐哼了一声，片刻后声音里又带了笑意。不过有个妹妹也挺好的，我们衣服可以换着穿。哦，算了，你的衣服应该不让别人动，不过那也挺好的。洗澡的时候有人给搓背了。不是的，我有些着急，不知道是想证明自己不小气，还是想哄她开心。我的衣服你随便穿，没关系的。我的东西你喜欢的话就用，这么大方吗？任小璐打了个哈欠。我想说，因为你是我姐姐呀，你是我的家人呀，你做我爱吃的菜，还把对你来说有点贵的玩偶留着给我做礼物，我当然要对你大方，但因为不好意思，我有点说不出口。任小璐用力捏了捏我的手，说，好了，不聊了，快睡吧。大小姐，你能不能别这么叫我呀？我有点不自在。行行行，快睡吧。我的小妹妹。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我居然就这样变成了别人的小妹妹了。我没想到和妈妈是在店里见面的，妈妈开了家小饭馆，生意非常火爆。她经常累了不想回家，就在店里住。
和想象中辛苦带大2个孩子的沧桑中年妇女不一样。妈妈看起来精神状态很饱满，眼角虽然有细纹，但挡不住五官里的明艳。她一见到我，就把围裙摘了，一把抱住我，左看右看，眼里满是藏不住的爱意。上一次和妈妈见面是在亲子鉴定中心，那时候她因为激动哭得厉害，我则是因为刚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懵了，连话都没和她说几句。当时她有提过让我回家，但我根本就没做好准备，立刻拒绝了。如果不是陈池逼我让出卧室，我又恰好生了病，我应该不会回来的。上回分开，妈可想你了，但是妈又怕给你打电话，你觉得烦，两家差得太多，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也很正常，妈妈理解的。妈妈对我没有丝毫不满，好像我之前的拒绝没有发生一样，这让我觉得惭愧。店里生意非常火爆，我们没有多少寒暄的时间。任小天和妈妈在忙，任小璐站在柜台拿着账本和计算器对账，她动作非常快，脑袋转得更快，没一会儿就把这几天的账对好了。我终于找到机会和她搭话，问：姐，店里的生意看着还挺好的呀，为什么？为什么咱家看着还这么穷是吧？因为有外债呗。任小璐说：咱爸癌症死的，借遍了亲戚朋友的钱也没治好，他死了钱还是要还呀，还来还去就这样了呗。嗨，快还完了。听到癌症2个字，我心脏骤然紧缩。昨天到现在忙忙碌碌，我几乎忘了自己生病的事。第一次，我开始觉得恐惧。我之前为什么会觉得死是一件悲壮又浪漫的事呢？它明明这么可怕，我还这么小，活了这么多年，刚刚找到自己的亲人，体会到一点幸福的感觉，怎么就要死了呢？任小璐收好账本，跑去后厨帮忙。我本来也想去的，可突然我惊恐地发现了几张熟面孔，是隔壁班的几个同学，他们是陈池的朋友。虽然我和陈池差了2岁，但他跳过级，和我同级，他的朋友基本都认识我。一瞬间我有些慌张，如果被他们看到了，肯定会告诉陈池的。我几乎能想象到陈池他们会在学校里怎么嘲笑我。姐，你怎么了？任小天端着脏盘子路过我的时候，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任小璐恰好也出来，扭头和他一起看我，不合时宜的自尊心让我窘迫。我指了指外面即将推门进来的几个人，小声说：那是我同学。啊，你同学？同学怎么了？任小天一副不理解的意思，他显然不理解，被同学知道自己在家里的店帮忙有什么问题。我傻呀！任小璐在他脑袋上拍了一下，你姐不好意思了呗。我更觉得羞愧难当，他们在为了生活努力，还清债务，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可我的反应好像他们多么见不得人一样。过来过来！任小璐一把拽着我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你在这儿坐会儿吧，等他们走了你再出来，这儿能充电，你玩会儿手机。他闪身出去。过了会儿，任小天进来，扔给我一包薯片和一个苹果，一个橘子。姐，你吃，我先忙了。我咬了一口苹果，只觉得食不知味。我过去只觉得自己很可怜，生平第一次，我见到了自己的卑劣。我一直都在看着自己，却忘了考虑别人的感受。但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自己会被伤害的，每个人都有感觉，每个人都会被伤害，更何况他们还是我的家人。我实在是坐不住，推门出去，接过任小璐手里的盘子，往后厨走。任小璐看了我一眼，说：怎么出来了？我说：你们都干活，我自己坐着有点不好意思。那几个同学果然很快就发现了我，他们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带头的男生说：哎，这不是陈木吗？你在这儿干嘛呢？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很羞愧，但他开口的一瞬间，我突然变得理直气壮起来。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我家的店，我来店里帮忙。我说。那几个人反倒愣了一下，男生并不想放过嘲讽我的机会。你家不是做酒店生意的吗？什么时候涉足餐饮业了呀？说完，他夸张地环顾四周，看着这个装修简单的小店，
讽刺意味十足。他们都笑了起来。我说：“你们消息这么不灵通吗？陈池爸妈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这是我亲妈开的店。”他们没想到我这么坦诚，一时之间都被噎住了。沉默片刻，一个栗色头发的女孩撇撇嘴：“这种破店，这种破店，你们这群少爷小姐还来吃，味道肯定很好吧？谢谢你们照顾我家生意，点个鱼嘛，有营养，对脑子好。下次不要再手滑，把骂班主任的话发到大群去了，我真的会替你尴尬。”我说完，学着他平时对我的样子笑了笑，心脏跳得很快。我还是不习惯和别人起冲突，但我不想听别人用那么不屑的语气说我妈妈辛苦经营的店是这种破店。你，栗色头发女孩生气了，推了最开始说话的那男生一把：“吃什么吃啊？倒胃口！走了走了。”他们呼啦啦走了。我站在原地，深吸一口气，平复有些快的心跳。任小璐抱着胳膊站在一边，说：“还可以呀，有点战斗力，在学校也不能被欺负了。有人欺负你和我说，我放任小天去咬他们。”他揉了揉我的头发，我忍不住冲他呲牙笑了笑，感觉有些傻，但心里很热，像是一直空荡荡的地方被什么暖和的东西占据。好不容易过了饭点，妈妈端来几盘菜，摆了一桌，算我的接风宴。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一些家常话题。任小璐又得了奖学金，打算添点钱换个新手机。任小天裤子短了，得买新的。爸爸的忌日就在今天，等下准备好东西去扫墓。我插不上话，只得在一边默默听着。木木啊，你放心，你下学期的学费肯定是够的，妈会提前准备。妈妈突然看着我，我赶紧说：“没事，我转学也可以，反正我在哪里读都一样。”这不是假话，我相信凭我的成绩，在哪里读都能考上一个好学校，而且我还一定能读完下学期。听我想转学，三个人异口同声道：“那怎么行呢？”任小璐说：“你那学校那么好，转学太可惜了。我当初考试的时候生病了，差1分没考进去，现在都后悔呢。”任小天，姐，你说我差几分能考进去？任小璐翻了个白眼，说什么？看你那个傻样，我就想抽你，给你辅导一次作业折寿3年。任小天，你对我们体育生有偏见，你再好好沉淀沉淀吧。任小璐抬起手示意他闭嘴，好好吃饭，吃饭，吃饭，吃完了去给你爸爸扫墓，让他看看你们。妈妈说。我们一起点头。就在此时，门被推开，我们一起回头看，来人竟是陈池，肯定是刚才那几个同学和他通风报信了。陈池皱眉打量着这个小店，一点和我家人打招呼的意思都没有，大步走到我面前，说：“陈木，我给你发消息，你怎么没回？”陈池早上确实给我发消息了，他问我在干什么，非常稀奇，一直以来都是我在讨好他，我会给他发很多废话，准备很多他看不上的礼物，虽然他不会接受，但我好像已经习惯那么做了。我放下筷子，说：“你有什么事吗？奶奶生病了。”陈池大声说：“今天早上住院了，你不去看看吗？”我愣了一下，闯入脑海里的第一个回忆却是10岁那年，奶奶在吃过年夜饭后，把所有小孩子叫出来，站成一排，挨个发红包。发到我的时候，她停了停，拍了我的手一下，然后把红包递给了我身边的小孩。我只觉得无比尴尬，伸出来的手傻傻地停在半空，直到下一个小孩收了钱包，大声说完吉祥话，我才回过神，把手收了回去。在一边聊天的大人们都看到了，可谁也没有问问为什么，连我爸妈也没问。第二天回家之前，好几个小孩故意在我面前炫耀他们收到的红包，有个小孩还问：“妈，为什么奶奶不给他红包啊？”那个亲戚拍了一下自家孩子的肩膀，带着他上车，不好意思地冲我妈笑笑。我妈冷着脸一把扯过我，把我推上了车，好像全都是我的错。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给我发红包。这种事还有很多。今年聚餐的时候，他吃到一半，还突然拿筷子抽我的手背，说：“
我听说迟迟为了出门给你买蛋糕冻病了，你嘴巴怎么这么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他还当成最近发生的事，亲戚们都说他可能有点老年痴呆，要带去医院看看。可我只觉得他就算生病了，也不忘记因为陈池讨厌我。看着像是来兴师问罪的陈池，我放下筷子，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说什么。按理来说我是应该去的，但妈妈说今天是爸爸的忌日，我们要去给爸爸扫墓。见我沉默，陈池说：“什么意思啊？你不打算去？”妈妈赶紧说：“木木，你想去就去吧，扫墓改天去也一样的，爸爸又不会怪你。”我看了看妈妈，她说的诚恳，眼里全是为我考虑的关切，只有一点点不易觉察的遗憾。今天是我爸爸的忌日，我要去扫墓的。我对陈池说：“晚点再去可以吗？”陈池瞪大了眼睛：“你什么意思啊你？晚点再去？奶奶生病了，一点都不着急吗？你有没有良心啊你？”我的手指蜷缩起来，又舒展开。良心？等我扫完墓再去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了，他现在需要人照顾，他舍不得麻烦我们，也不喜欢护工照顾，就得你去。陈池说的理直气壮，好像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我咬了咬嘴唇，胃部传来一阵闷痛，我身体不舒服。我说：“你也太自私了吧，陈木，又是扫墓又是不舒服的，你就直接说你不想去得了呗。”白眼狼！陈池越说越生气，伸手抓住我的胳膊，拉着我往外走。干嘛呢你？我姐都说不想去了，你聋了呀你？任小天气势汹汹，滚出去！信不信我抽你？陈池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都是众星捧月的待遇，何时被人这样骂过？当时就黑了脸要打任小天，我下意识一把将他推开，他不设防，跌倒在地。陈池整个人都呆住了。你和我动手？陈池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为了这小子和我动手？他看了看任小天，又看了看我手腕上的新手表，似乎懂了什么。就这么一块破表，这么个便宜货，就把你给收买了？我瞬间觉得一股暴怒冲上脑海。那是任小天给我准备的礼物，他为了买这个礼物，不光假装同桌的男友和别人打了一架，还把攒了很久的零花钱花光了。陈池凭什么说他是便宜货？这是我弟给我买的礼物，不是什么便宜货。我气得浑身发抖。滚出去！你想去看你奶奶，你自己去吧，我不会去的。陈池，陈木，你脑袋进水了是不是？真把这贫民窟当你家了？啪！我狠狠给了他一巴掌。你对我家人尊重点，我家不是贫民窟。我发着抖说：“滚！”陈池像是被我这一巴掌打傻了，半天都没动，过了会儿才站起来，指着我说：“好，你干得好，我还想劝劝妈，让你回家呢。”劝个屁！你等着吧你！他转身走了，我浑身无力，刚想回到桌边坐下，就被任小天窜过来一把抱住，差点摔倒。啊，姐你真帅！你这算不算为了我打人？下辈子还让你当我姐。也许是因为白天和陈池闹了一次，晚上我的胃又开始隐隐作痛。人的想法就是变得这么快，前不久还恨不得自己很快就死掉，让所有人都后悔，现在却觉得那时的自己有点不可理喻。能为你的死难过的，只有真心爱你的人。可真心爱你的人是舍不得在你活着的时候伤害你的，用死亡惩罚根本就不在乎你的人，简直蠢死了。我已经是受过教育的高中生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不想死，我死了，我的家人肯定会很伤心，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生活，没来得及对他们好。弟弟的手表，姐姐的小龙玩偶，这么珍贵的礼物，我都没来得及回礼。可是脑海里又想起白天姐姐说过的话，爸爸就是癌症死的，花了很多钱，现在好不容易快还清了，再因为我借债，那他们该有多绝望？如果没有债务，按照妈妈赚钱的能力，我相信我家最少也是一个衣食富足、有存款的家庭，他们难道不配过更好的生活吗？我叹了口气，一夜未眠，第二天不得不挂着2个黑眼圈去学校。在学校里的处境比之前更加不如，
所有人或好奇或纯恶意的目光如影随形，还有人搞一些无聊的恶作剧。如果是之前，我的应对可能就是忍耐，但现在我不想忍了。都是有妈疼的孩子，我凭什么要受欺负呢？我狠狠踹翻了一个男生的凳子，把他的书包扔到女厕之后，他终于不再抽风似的对我砸纸团了。虽然代价是我们都被老师罚站了一节课。陈池下课后与我擦身而过，脸色阴沉地看了我一眼，扭头走了。我没心思搭理他，想了一天，隐约觉得生病这么大的事情不能瞒着，决定晚上试着和妈妈说一下我不舒服的事情。没想到晚上吃饭时，家里的门被敲响了，有人来要债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我坐立不安。任小璐握着我的手，把我往她怀里带了带，语气罕见的温和：“没事，姐在呢，别害怕。”任小天起身，和妈妈一起走到门口，站在妈妈身边，一起和债主交涉。债主说话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看起来有点不好惹。算了，你别看了。任小璐带我去了卧室，过了会儿又端来一份饭菜，轻声说：“你先在房间里吃，没事，都会处理好的。”说完，他摸摸我的脑袋，坐在我身边，还故作轻松地对我说：“晚上去遛弯的时候再买张彩票，我感觉这次肯定会中，到时候咱们就能换大房子喽。给我们大小姐单独安排个卧室好不好？”我看着他，他笑了一下：“看什么？舍不得和你姐分开住啊？”我忍不住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要照顾我的感受，担心我害怕。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开口，给他们出更大的难题了。幸好我很快就看到了机会，大考在即，学校又在选人去参加英语竞赛，如果我表现够好，应该能拿到2笔奖金。陈池自从被我服了面子之后，就好像对我格外关注起来，发现我最近的变化，他不阴不阳地嘲讽：“你最近很用功啊，因为我想拿奖学金呀。”我心平气和地说。陈池还没说话，那些和他玩得好的同学都好像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又是吹口哨，又是鼓掌，还在班级群里发了个投票，让大家投我和几个学霸，到底谁能拿奖学金。我是唯一一个投给自己的人，群里的嘲讽声更大了。作为班主任的英语老师也在群里，他看到消息后禁言了班群，让大家不要胡闹，却在上课前走到我的桌子前，敲了敲我的桌子，说：“有上进心是好事，但还是要脚踏实地。”我就不说别的，光说你的口语。之前去过妈妈餐馆的栗色头发女生夸张地学着我蹩脚的口语，同学们笑个不停。People will always improve. Why shouldn't they prejudice against others? 生臭！我口齿清晰，发音标准地说完这句话，诚恳地看着老师。老师，他沉默了好几秒，才说：“是的，确实不该对人有偏见。你进步很大，挺好，不错。”那女生一副噎住的表情看着我，我侧脸看她，假笑了一下。我能考进这所学校，不是凭运气，但我必须假装中考那次是运气好。平时不能盖过陈池的风头，否则陈池会不高兴。接下来的考试，我全都名列前茅。最开始还有人说我肯定作弊了，老师也有怀疑，可监控查不到任何异常。老师就频繁叫我上台讲题，我思路清晰，表达准确，没掉过一次链子。逐渐的，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了，甚至之前一直都很高冷的学霸也开始主动和我讨论问题。我身边也多了几个朋友，还有和陈池走得近的人传了一些小道消息，说我之前表现不好，都是因为陈池嫉妒，爸妈偏心。我为了不挨骂才藏拙的，现在我不再是他们家的孩子了，就没必要再伪装了。传言愈演愈烈的时候，我接到了养母的电话，接通后，她说：“你奶奶病危了。”我沉默，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不知道是糊涂了还是什么，对我说：“迟迟小时候没被拐走，是去他那里待了一天，迟迟手上的伤是他自己玩火弄的。”我惊愕地抬起头。他还说，迟迟告诉他，
是迟迟非要带你下楼玩秋千，把你弄伤了以后不敢回家，跑去他那里躲着，他不想迟迟挨骂，才教他撒谎，还一直帮迟迟瞒着。你说这能是真的吗？能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这是唯一一个解释得通的答案。否则一个那么小的小孩子，怎么可能被拐走了自己逃跑，又自己找回家的？所以这么多年，每一次提起这件事，奶奶在一边指责我从小就心坏的时之后，她心里在想什么？养母又为什么问我？她想听到什么答案呢？静默许久，我说：“谁知道呢？她病糊涂了吧？没事的话，我先挂了。最近学习有点忙，应该抽不出时间去医院。等等。”养母赶紧说：“你是不是快过生日了？咱们去之前迟迟过生日的时候去过的那个餐厅怎么样？那家的蛋糕挺好吃的。我从来都不吃蛋糕，吃了会吐，因为觉得恶心，你知道的吧？”我轻声说：“木木，你听我说。”不等他说完，我把电话挂掉了。由于在外语竞赛里拿了名次，最近表现也很亮眼，学校特意安排我在开放日做一场讲话，分享一下心得。妈妈知道以后高兴坏了，特意打算关店一天过来，但我想在这天拿着钱偷偷去医院，好说歹说让他不要耽误自己的事情，他才没来。今天来的家长很多，我的养母也来了。她看起来光鲜体面，是一个从未浸染过风霜的贵妇人。之前觉得母爱是遥不可及的存在，我必须要非常努力才能碰触到一点边界。可现在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我什么都不用做，甚至做错了事，妈妈也不会生我的气。妈妈永远笑眯眯地看我，摸我的脸，夸我长得好看，夸我聪明懂事，问我喜欢吃什么，然后做给我吃，看我很宝贝那个小龙玩偶，还会抽空给玩偶做小衣服、小帽子，把它端端正正放在我的被窝里。如果我没被报错，就不用从作文书里抄母爱相关的作文，然后被点评一句矫情了。我有的是素材可以写，每一天都是我被爱过的证据。深吸一口气，我切断思绪，开始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分享完毕，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家长对孩子的支持和鼓励至关重要。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妈妈。养母的下巴抬了起来，眼神变得温和，嘴角轻轻向上勾，轻轻对身边的家长说：“这是我女儿，只是我妈妈今天太忙了没来，很可惜。我争取以后继续取得好成绩，下次再有机会让她来吧。”我瞟了她一眼，对台下的家长道：“谢谢各位叔叔阿姨。”养母，她脸上表情僵了一瞬，若无其事转过头，紧紧攥住包的提手，手背青筋鼓起。旁边的家长大概知道内情，忍不住嗤笑一声，扭头和大家一起鼓掌，不再理他。活动结束后，我刚准备下楼，就被他在后面叫住了。木木，他说。我停下脚步，回头，阿姨。他保持着那个有点僵硬的微笑，道：“阿姨，你怎么这么叫我？我现在有妈妈了。”我说：“我妈对我很好，很爱我，我要考虑她的感受，怎么可能继续管你叫妈妈呢？”木木，他抓住我的手：“你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蛋糕的事情，我那天问过迟迟了，迟迟说他也记不清了，有可能是他真的记错了。你有什么目的？”目的？他愕然：“什么目的？你上一次和颜悦色的和我说话，还是想卖钢琴的时候吧？”他愣住，那一次，他突然一改平时的态度，笑着给我切了盘水果，和我聊了几句家常。我受宠若惊，舍不得吃盘子里的水果。听他说想停了我的钢琴课，卖了家里的钢琴。我问为什么，他只含糊地说家里需要钱。我当即就点头说好，还把自己平时攒下来的几百块零花钱都给了他。可他转头就带陈池买了快几十万的手表，做他的生日礼物。家里根本不缺钱。停课卖钢琴的原因很简单，陈池也练琴，但他实在没有天赋。每次听老师夸我弹得好，他就心里不舒服。他不舒服，所以我就不能再继续练琴了。哪怕钢琴是我枯燥压抑的生活里
唯一的小小光亮。提起这件事，养母像是实在不知道如何为自己找补，结结巴巴道：“那是因为舍不得陈池不开心。我记得你当初拿了我的零花钱，还和家里的阿姨笑话我蠢。你说什么我都信，你可以解释一下，你又这么做是因为什么吗？”养母窘迫的脸上发红。木木，阿姨，我不知道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目的，是不是又想让我放弃什么？希望你有话直说。不是的，我只是想关心你，我没什么目的呀。他着急的解释。我看着他，忍不住轻轻的嗤笑了一声。我终于懂了很久之前他逼我吃蛋糕那次，那声嗤笑代表什么？是不信任，却又不屑拆穿对方。谁信啊？说完，我推开他，大步离开了学校。医院的消毒水味很大，距离上次检查隔了不久，我却觉得恍如隔世。医生脸色沉重，他说我到底是年轻，病情进展不快，但必须马上进行治疗，不能再拖了。我问了他大概需要的治疗费，他说了一个数字，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我心乱如麻。回到家之后，发现任小璐和任小天都在，他们的表情看起来都有点古怪。我刚进门，任小璐就走过来，异常严肃地说：“我有个大事要和你说。”我点点头，眼泪瞬间就流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在外面好好的，一看到他们就想哭，两个人都慌了，问我到底怎么了。我一直在擦眼泪，话都说不出来。经历了那么多委屈的事，被所谓的亲人讨厌、欺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以为自己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可突然又让我一夜之间过上了有家人的生活，让我知道被爱被保护是什么感觉，让我恨不得把一天当成一年来过。为什么又让我失去这一切呢？突然，任小天尖叫一声：“这什么呀？”他哗啦啦地抖着手里的纸，是我放在书包里的检查报告。任小璐凑过去看，两个人的脸色一起变得煞白。过了会儿，任小璐走过来，抱着我，声音发虚地说：“不要哭，宝宝，不要哭。我刚想和你说，我们家有钱了，我买的彩票中奖了，正好够我们还完欠的钱。”我懵了一瞬，下意识道：“啊，那太好了，我们家不用再欠债了。”任小璐忍不住抬高声音：“你在说什么？肯定是先带你去看病啊！”他像是被我气到了，又担心我，重重地拍着我的后背。我说：“买了这么久的彩票，怎么就今天中了呢？”他说：“原来是留着给你用的。”我再也忍不住，抱着他，肩膀一耸一耸，哭出了声：“我好害怕呀，姐！我也不想这么自私拖累你们，但我真的不想死，姐，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你们对我太好了，我从来没这么幸福过，我真的不想死，我舍不得，我好害怕呀，姐，我会死吗？”脖梗温热，是任小璐的眼泪。当然不会，她颤抖又坚定地说：“家里砸锅卖铁也要把你治好，别害怕，我们都在呢。”医院里，大夫和妈妈商量着具体的治疗方案，我和任小璐、任小天一起坐外面等着，不用自己面对这么可怕的事情，我的恐惧减轻了不少。我们仨正轻声聊天，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我抬头一看，是养父和养母。任小天不认识他们，但看他们盯着我，瞬间起身护在我面前，满脸警惕。养母看到我，眼圈就红了，道：“木木，你生了病怎么不和我们说？你怎么样？”我下意识侧过脸，不想看他们。养母的眼泪已经流了下来：“是妈妈不好，你之前不好好吃饭，妈妈就应该发现的。你发现了，也只会说我矫情吧。”我说：“所以无所谓。”养母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抬起手捂住自己的眼睛。她几次想开口说什么，却都因为哽咽发不出声音。我起身想躲开，她却突然发出痛哭：“我的女儿啊！”她嚎啕一声，抱着我，用力箍住我的身体：“你跟妈妈回家，妈妈带你去外地治病，你别恨妈妈。”啊！我知道她不是在做戏，她确实在难过，为了我，也为了她自己。再也不会有人像我一样，在她那里受了委屈之后，还傻乎乎地相信她的每一句话。
把自己微不足道的零花钱全都交给他，给他世界上最干净也最宝贵的爱。陈池不会，他时隔多年才相认的亲生女儿也不会。养父听着他的哭声，眼圈也红了，开口道：“木木，不用担心钱，你的医药费我们来出。”“不用啦，这位叔叔。”任小璐开口道：“我们家的小孩当然是我们家管，哪还会让他病着不治啊？他平时玩手机不好好吃饭，我都要管的。这么大的病，你还怕没人关心？”任小天也道：“就是，平时我们家的家务活都我干的，我从来不让他伸手。他跟你们回去还要照顾老太太，回去遭那个罪干嘛？”养父的脸色难堪一瞬。我已经教训过迟迟了，他话说的太过分了。迟迟，一阵拖沓的脚步声响起，陈池出现在楼梯口。他显然也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谈话，脸上表情难看得很。养母放开我，大步过去，把他拽到我面前，说：“你对姐姐道歉啊。”“说呀。”陈池低着头不说话。养母推了他一把，他突然发怒：“我说什么？难道你这么大的人了，还看不出那些事是真是假吗？以前你干什么去了？你知不知道胃是情绪器官？我看你要是对陈木好点，他也不至于年纪轻轻得癌症。”说完，陈池扭头跑了。养父看我实在不想和他们说话，又受不了任小璐、任小天的冷嘲热讽，匆匆丢下一张银行卡，带着养母走了。任小天追出去，硬是把银行卡塞回去，才放他们走，还想跑过我。哥是体育生，不知道吗？任小天莫名得意起来，我忍不住笑了。原来即使在最难过的时候，也有能笑出来的瞬间，只要你身边有重要的人陪。等了会儿，妈妈还没出来，我下楼去透气，却意外在花坛边看到了陈池。他看到我，猛地起身，拦在我面前：“大夫怎么说？你没事吧？”我后退一步，想转身回医院，却被他抓住胳膊拉了回去。“你真不打算理我了？为什么一直都不同意我的好友申请？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这么对我的。我现在没有精力陪你演戏，你要是想利用我卖惨，让你爸妈心疼，还是不要了吧。”“我没有。”他眼圈居然红了。“以前是我不懂事，是我不对。奶奶总说，如果没有你，家里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所以，可现在我知道了，只有你才是真心对我好的人，只有你才不和我计较。姐，你不生我的气了好不好？”看我不说话，他吸了吸鼻子，好像很委屈似的。“我只认你当姐，他根本就不配。我对他那么好，他居然在背后和朋友说我的坏话。”他眼睛里满是委屈，好像还等着我像以前一样，不管他对我做了多么过分的事，都不计前嫌的主动和他说话，安慰他。生来就得到所有爱的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你对他好，他还在背后说你的坏话。我说：“果然，你们才是亲姐弟呀。”陈池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说什么？”他还要说话，任小天突然窜出来，一脚把他踹开了。“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任小天怒道：“真欠揍了是不是？又来骚扰我姐？你个死绿茶，又想耍什么花样？”说完，任小天警惕地把我拉到里面，护着我往医院里去。“姐，你别走！”陈池追上来：“你回家吧，好不好？我们带你去更好的医院看病。”我看着陈池微微泛红的眼睛，这辈子我们的缘分就到这里了，以后我生死荣辱都和你们没关系，那是你们的家，不是我的家。如果有下辈子，陈池的眼睛微微亮了起来，似乎以为这是我态度松动的表现。如果有下辈子，老天保佑不要再遇到你们家的任何一个人了吧。想一想，真的很替自己不值，居然因为你们和我的家人错过了10几年。陈池呆愣愣地站在原地，居然哭了。“姐，你别这么说好不好？你是在故意气我是不是？你还没有重要到那个地步，我没心情故意对你做什么。”说完，我转身和任小天回到医院，没有再看陈池一眼，一切都顺利进行。时间一天一天流逝，停留在第1次手术前，我靠在病床上，任小璐和妈妈站在一边和医生谈话，任小天坐在我床边，
哭得仿佛一个泪人。弟，你别哭了，医生都说我这个阶段手术成功几率很大的，愈后也好。我都没哭，你哭什么呀？任小天泪流满面，缓缓吹出一个鼻涕泡泡，哽咽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憋笑失败，差点笑出声，幸好任小天没发现。我低着头拍了拍他的脑袋，说：“体育生，坚强点。”哇！任小天抱住我，嚎啕大哭。我真没想哭，但是我一看你这样，我就忍不住。姐，你要坚强啊！丢人现眼的玩意，你姐比你坚强10000倍，还有富余。任小璐把他往门口一推，滚出去把脸上大鼻涕洗干净再回来。任小天脆弱地离开了病房。任小璐和妈妈一起坐在我床边，看着我。妈妈看起来有些憔悴，但仍然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也把店里和医院的一切事情都处理妥当，还和我谈了很久的心，说了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鼓励我勇敢。他说一切坏事都会过去，只要我们不被吓住，就会越来越强大。妈妈很厉害，我心想，所以我也不能害怕，不能软弱，因为我是她的女儿。养父母后来又来过几次，也是妈妈把他们劝走的。他和我说，陈池最近非常消沉，因为他奶奶糊涂时说过的话，他在亲戚里的口碑一落千丈。这是不知怎么传到了学校，有人知道我生病请长假的事，在论坛里把这些事大写特写。陈池在网上被骂得半死，现实里也被排挤，情绪低落，连学校都不去了。养父养母在圈子里的口碑也受到了影响，还波及到了生意。他奶奶这次是真的病了，缠绵病榻无法自理，脑袋也糊涂了，经常觉得有人要害他，整夜不睡觉，把他们家里人折腾得够呛。妈妈和我说这些的时候，我倒没什么大仇得报的喜悦，因为我经历过的一切不是任何人能够感同身受的。我也不觉得他们过得不好就等于我过得好，我过得好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回家了。原文这么想着，我开口道：“对不起，任小璐。”对不起什么？给你们添麻烦了。任小璐握住我的手，沉默片刻，道：“咱们是家人啊，家人之间不说这些的。”我用力眨掉眼里的泪意，点头：“好了，时间快到了，准备去手术了。”任小璐说：“我们等你出来，加油呀！”我郑重点头。进入手术室前，我又回头看了看他们。任小璐挥挥手，轻声说：“去吧，爱你。”我只觉得飘荡许久的心落回实处，好像种子终于落地生根。有的人倒霉一些，被上天分配到的是不好的家人；有的人就幸运一些，被上天分配到的都是很好的家人。所以就算有些不好的经历，我也不觉得自己倒霉，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非常幸运。我永远都不是孤身一人，有人爱我，我也有爱的人。上天会给我们祝福，赐给我们一些小小的奇迹。家人之间不用说对不起，说爱就好了。好，等我出来。我说爱你们。第一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又一次被妈妈虐打后，我发现了她在网上炫耀的帖子。18年前，我偷换了亲生女儿和闺蜜的女儿，如今我女儿被她养得肤白貌美，聪慧过人。她女儿在我这里吃糠咽菜，准备过几天就卖给老光棍。我费尽全力将我的女儿托举到了上流阶层。等她考上清北那一天，我再办个认亲仪式，把她抢回来。我静静看完，甚至点了个赞。妈妈不知道，我早就偷偷做过亲子鉴定。她所期待的认亲仪式将会成为她的噩梦，让她悔恨终生。刚看到帖子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我妈妈发的，直到看见发帖人的头像，一个镶着珍珠和蕾丝的小兔子发夹。这是向月月10岁生日那年，妈妈亲手做了送给她的。向月月就是妈妈闺蜜的女儿。当时我见小兔子发夹好看，也想要一个，妈妈却一巴掌朝我扇过来：“就你这么个贱货，能跟人家月月比吗？月月聪明又漂亮，是金枝玉叶的小公主，
你算个什么东西？妈妈好像从来没有爱过我。她给我取名李建生，意思是下贱的一生。而月月是传说中璀璨的神珠，高低贵贱，一览无余。就连向月月的妈妈都看不下去，劝妈妈：春兰，她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改个体面点的名字吧。妈妈却不屑一顾，就她一个克死他爸的倒霉玩意儿，有个名字就不错了。转头又笑眯眯看着向月月，眼睛发亮，还是月月乖，有福气，我一看就喜欢。我给月月买了金锁金手链，快戴上看看。妈妈恨不得把一切贵重的东西都送给向月月。从前我不懂为什么，如果向月月才是她的亲生女儿，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然而，我的目光投向书包的夹层，那里面有我3个月前偷偷做的亲子鉴定书，里面清楚显示我的确是妈妈的女儿。那这个帖子又是怎么回事呢？思来想去，我决定去向月月家问个清楚，心里还抱着微薄的侥幸。万一呢？万一上次亲子鉴定做错了，向月月的父母真的是我的亲生父母呢？我见过向月月被众星拱月的样子，她好像没有烦恼，毫不费力就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爱。如果我才是向家的亲生女儿，是不是也可以拥有那样的爱？不必再像阴沟里的老鼠那般惹人厌恶。妈妈带我去过向家很多次，大多数时候都是逢年过节，她带着亲手做的酸菜和酱料上门拜访。她曾说希望月月记得她的味道，但向家根本不需要这些。我家住在巷子里的老破小，向家却住在市中心的大别墅。向月月的妈妈名叫季云，据说当年读大学时，季云和我妈是同宿舍的闺蜜。季云长得漂亮，毕业后就嫁入豪门，跨越阶层。我妈嫁给了家境小康的我爸，婚后才发现他是个赌徒，房卖了，车卖了，欠了一屁股债。我爸不堪重负，跳楼了。我妈就在这时候发现怀孕，刚好季云也怀孕了。2个人预产期几乎一致，季云见我妈可怜，就帮忙安排了隔壁的产房，所以换孩子这件事完全有可能。我按响了向家的门铃，保姆还记得我，大概因为我是所有来向家的人中最落魄的一个。他下意识朝我身后看看，警惕地问：“你一个人来找夫人？”我局促地点头：“是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夫人很忙，我帮你转达就行。”我踌躇着，不知如何应答。就在这时，季云牵着向月月的手回来了。“小生，你怎么来了？”季云很温柔，她从不叫我李建生，而是回避了那个难听的字，叫我小生。我鼓起勇气走上前：“季阿姨，我想跟您单独谈谈。”话一出口，季云向来温和的面容微微凝固，她似乎预感到什么，转头嘱咐：“月月，你自己上楼看书，妈妈有点事。”“好。”向月月轻快地应了一声，像只花蝴蝶般上了楼。季云这才把目光突落回我身上：“我们去茶室聊。”茶室在别墅的偏角，很安静。他大概是怕打扰到向月月，一直到进了茶室关上门，才低声问：“你来找我？什么事？”我直接把妈妈在网上发的帖子给他看，又指出发帖人的头像是妈妈亲手给月月做的小兔子发夹，独一份 IP 属地也是本省。我如捏着，试探着：“季阿姨，有没有可能，我妈真的把我和月月偷换了？”季云淡淡反问：“你的意思是，你才是我的女儿，月月是她杜春兰的女儿？”很奇怪，她的神情没有丝毫激动，很平静，像是早就知晓了一样。我不知道，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坦诚。我做梦都希望这是真的。可不瞒您说，我做过亲子鉴定，我的确是我妈的女儿。我把那份亲子鉴定掏出来，递给季云。说起来，做亲子鉴定的钱还是她给我的。每次我妈带我登门拜访，季云总用同情的目光看我。向月月被养得如花似玉，亭亭玉立，而我瘦得像只枯黄的猴。几次下来，季云于心不忍，总会私下塞给我红包，叮嘱我别让你妈知道，多吃点好的。
但我没有全用来买吃的，而是把大部分存下来，拿去做了亲子鉴定。我做梦都希望纪云能当我的妈妈。此时此刻，纪云翻完了亲子鉴定书，戒备的面容终于有所缓和。他凝视着我的脸，一抹难言的心疼之色从他眼中掠过。你是个好孩子，你看到帖子却没有去打扰月月，而是单独来找我，也没有哭闹着要认亲，而是主动拿出了亲子鉴定 too。你妈妈那样的品行，能养出你这样的孩子，也是奇迹。小生，你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猛地抬起头，不由攥紧了裤子。您知道吗？纪云幽叹息一声，像是陷入了渺远的回忆。当初杜春兰偷换你和月月的时候，我其实看见了，她以为我睡着了，但我其实是装的，就想看看她大半夜想干什么，所以我全程都知晓。之后又悄悄把你们换了回去，我的手止不住颤抖，心也跟着下沉。我妈不知道你换回去了。纪云微微颔首，这些年你妈妈以为月月是她的亲生女儿，而你被她当成我的女儿，极尽折磨。我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了她，她却这样恨我。我没有告诉她真相，一是害怕她事情败露，狗急跳墙，对我和月月做出不好的事；二是因为我的私心，我也想看看自以为偷换了女儿的她会落得什么下场。她看着我，目露悲悯，只是苦了你。最后一丝侥幸破灭，心脏处的钝痛此刻变成一把锐利的刀，反复翻搅，疼得我喘不过气。原来真相是这样啊，妈妈并不是真的讨厌我，而是讨厌纪云的女儿。可这又怎么样呢？承受伤害的始终是我。我只觉五脏六腑都在痛，忽然一股气血上涌，生生咳出血来。小生，小生。模糊听见纪云慌张的呼喊声，我晕了过去。再醒来时，我已躺在医院。医生告诉我，我得了胃癌，晚期，长期的不良饮食和过度劳累或许是诱因。如果治疗，应该可以再活个几年；如果不治，应该就是这2-3个月的事了。纪云悲伤地站在病床边，神色里带着愧疚。小生，一直瞒着你，是我不对，你不用担心治疗费，我可以不用了。我打断纪云的话，我不想治了，再治不过徒增几个月折磨而已。我咽下喉头的腥味，自嘲地笑了笑。我妈不想让我读书，一考好就打我；她也不想让我有朋友，发疯骂退所有试图关心我的同学。她想让我自卑自贱，只让我穿垃圾桶里捡来的最破最旧的衣服。我得胃癌，大概多亏了我妈给我吃的那些剩菜馊饭，我这个人早就已经废了呀。纪云泣不成声。小生，对不起。我默了默，空洞的眼神看向天花板。纪阿姨，我想拜托你一件事，你说你把我和月月换回来的事不要告诉我妈。纪云微微一顿，可他帖子上写了，等高考出分，他就要举行认亲仪式，把月月抢回去。他那时总会知道的，那就等那时再告诉他。我在心里默默算了算，高考出分还有快2个月呢，那时候我也差不多该死了。这些年我对妈妈的期待和爱早就被磨没了，如今剩下的只有怨，只有恨。得知真相后，这种不甘和怨恨更甚。若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我还可以说服自己，或许这世上还有人爱我。可我是她的亲生女儿啊！我好恨，恨到希望当她得知真相时，一切已来不及弥补。我就是要让她永生忏悔，让她痛不欲生。你个小贱货，瞎做什么？还闹到医院来了？我哪有钱给你治病？病房的门被大力推开，我妈吵吵嚷嚷就进来了。我看向纪云，她面露难色。之前你吐血晕倒，我就给她打了电话。杜春兰吃了一声，什么吐血晕倒，都是装的。她这种小贱皮子，我最了解了，就是故意博同情，屁事没有。她快步走到病床边，正要拽我起来，忽然惊叫一声：“怎么回事？你！”我脸色萎黄，唇边带血，手上插满了输液管，而这些他好像统统看不见。他只是盯着我穿的拖鞋，怒气冲冲喊：“
这是向家的拖鞋，我见月月穿过的。你去向家找他了？你是不是嫉妒月月，想打扰他高考？”这句话每个字都在我意料之中，本就绝望的心又往下沉了沉。我别过头，不想说话，杜春兰却一巴掌呼过来：“你算个什么东西？人家月月是考清北的料，要是被你干扰没考上，你负得起责骂你？”我反问：“我为什么要对他负责？”杜春兰气急，又要给我一巴掌，被纪云拽住了手：“有你这么当妈的吗？”小生躺在病床上，你不闻不问，他刚查出来胃癌，你知道吗？杜春兰一愣，嗤之以鼻：“胃癌？装的吧？病历就放在床头，你但凡对他上点心，也不至于这么荒唐。”纪云把我的病历塞给杜春兰，我知道他这样做是希望杜春兰对我好一点，但很显然他要失望了。杜春兰翻了翻病历，没看我，反而瞟了眼纪云，那一眼幸灾乐祸。依我看，杜春兰观察着纪云的表情，意有所指。得了这个病，要怪就怪他基因不好，天生命贱，反正都晚期了，干脆顺应命数，别治了。纪云忍不住爆发：“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这样对得起小生吗？”“我怎么对不起他了？”杜春兰叉起腰，下巴昂起：“我煞费苦心给他谈了门好亲事，村口的赖麻子，虽然残了条腿，但年纪大会疼人，本来彩礼都说好了，现在他癌症晚期，没多久可活，人家肯定不娶了，白费我一片苦心。”纪云嘴唇颤抖：“杜春兰，他还不到岁。”杜春兰唇角微勾：“就是因为他年轻，我才要为他早做打算。他跟月月不一样，要啥没啥，一无是处。如果不趁着年轻嫁出去，哪还有男人要？”纪云气得胸口直喘，我麻木地望着病房的天花板，习以为常。幸好我早就不对他抱有期待了。我清楚杜春兰不可能爱我，纪云的关心也不是为我，他只是在后怕。如果他的女儿真的被偷换，如今会过着怎样生不如死的日子？从始至终，没有人真正关心我。我只是很好奇，妈妈，等你知道你的亲生女儿其实是我，你会不会因今日的所言所行痛彻心扉？在杜春兰的强烈要求下，我被带回了家。正好，我也不想治了，活着对我而言太苦了。这次回家后，杜春兰就不让我出门了。他怕我去打扰向月月，还有几天就是高考，他要排除一切不利因素，为向月月保驾护航。他似乎忘了，我也是要高考的。原本杜春兰压根没打算让我读高中，但我成绩太好，以全区第1名考上了最好的高中，还压了第2名的向月月一头。杜春兰大怒，把我吊起来打了一夜，直到一所3流高中许诺了高额奖学金，希望我能入读，他才勉强同意送我入读3流高中。奖学金我自然是一分没有拿到，1日3餐全靠勤工俭学和纪云偷偷塞的红包。从此我学会了藏拙，故意避开正确答案，考得越来越差。杜春兰却越来越开心，她频频给我洗脑：“你呀，就是下贱的命，在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终究原形毕露。人家月月才是真正的two公主。你看，这次全区统考，她又拿了第1。她向我炫耀，向月月，向一个个妈妈炫耀自己的孩子。而高考之后，就是她蓄谋已久的丰收时刻。高考这天，我原本是打算去考的，虽然身体越来越差，但我还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可天还未亮，杜春兰就把我摇醒：“妈妈花了好大功夫，又给你说了门好亲事，人家不介意你快死了，也不介意你身体弱生不出娃，嫁过去就是享福。”她眼中闪烁着兴奋诡异的光，把我从床上拽起：“你看，人家已经来接你了，先去培养培养感情。怎样的人家愿意娶一个素未谋面的将死之人？”我反握住杜春兰的手，望向她的眼睛：“妈，我没多久可活了，让我去高考吧，最后一次。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的机会。若他对我还残存一点点感情，我就把真相告诉他。”可杜春兰想也没想，
又是一巴掌呼过来。你还想高考？做梦吧！少废话，赶紧起来！我松开了手，紧接着被塞进一辆逼仄的小车，里面死气沉沉，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而我的身旁躺着一具新鲜的男尸，我立刻懂了，原来是要送我去配阴婚啊！我瞬间放松下来，死人有时候比活人更让我放心。比起和杜春兰相看两厌，我倒宁愿和死尸相处。副驾驶坐着男尸的母亲，见我乖顺，还算满意。她告诉我，他儿子刚去世不久，准备带回村发丧，而杜春兰把我卖给了他家，当男尸的媳妇。按他们村的说法，人死后49日之内，由于死者的执念让其灵魂还在阳间徘徊，并不宜配阴婚，需要等749日之后，死者执念消散，灵魂坠入阴间，才可以举办配阴婚仪式。今天接我，就是想让我先跟男尸培养感情，等49日后再举办阴婚仪式。那时候我也差不多该死了。我不哭不闹，顺从了这一安排。村里的日子比在杜春兰身边舒坦不少。我每日看看男方的照片，吃祭品，不用干活不会被骂，享受我生命中最后也是最安宁的日子。直到20天后，杜春兰兴冲冲来接我。杜春兰和买家商量好，要接我离开3、4天。我算算时间，该是出高考分了。车上，杜春兰满面春光，掩不住的兴奋。月月考了是状元，清华北大抢着要，现在记者都在往他家赶，就等着采访他。我倚着后座，面无表情。所以呢，关你什么事？杜春兰白了我一眼，自信满满的昂起下巴，等着瞧吧，一会儿给你个大惊喜。车直接行驶到向家小区门口，各路记者已把向家围了个水泄不通，而向月月站在最中间，正在分享她的状元感想。我最感谢的是我的妈妈，高考这1年，她一直陪在我身边。月月，纪云不是你妈。杜春兰忽然打断向月月的发言，她嗓门大，憋足了劲儿，鬼哭狼嚎，硬是拽着我的手腕，冲到了向月月面前。月月，我才是你妈妈。我今天才知道，18年前你被医院的护士报错了。一语落下，现场顿时炸开了锅。记者们嗅觉敏锐，纷纷将镜头转向杜春兰。她得了关注，底气更足，一抹眼泪开始哭诉。我就说这些年怎么看着你如此亲切，原来你才是我女儿，血脉的亲缘是旁人代替不了的。向月月脸色苍白，被杜春兰的话吓得声音颤抖。杜阿姨，这种话可不能瞎编。我没有瞎编。杜春兰信心十足，望向月月的目光充满了贪婪和慈爱。你要是不信，我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你就是我的女儿。而这个贱种，他顿了顿，怨怼的目光投向我。我说我养了他这么多年，怎么一直养不熟？原来根本不是我亲生的。闪光灯此起彼伏，照在我的脸上。我还没来得适应，就被杜春兰一把推向前。纪云，你的女儿，我还给你了，你也把我的月月还给我。不要！向月月吓得扑进纪云怀里，紧紧抱着不撒手。我才不要做你的女儿！你对自己的女儿下手那么狠，当初小生比我成绩还好，你却为了高额奖学金把她送进3流高中。她从来没有吃过饱饭，穿过新衣，身上永远伤痕遍布，现在还得了胃癌。做你的女儿太可怕了，我绝对不可能是你的女儿。纪云搂紧向月月，轻而坚定地安慰：别怕，月月，你就是我的孩子，这点永远不会变。杜春兰恍惚后退一步，似乎被向月月的话刺痛，捂着心口流泪。月月，这些年我待你如何，你最清楚，这是源于血脉的亲近。如果换你在我身边，我绝不会那样对你。要怪就怪这个小贱蹄子基因不好。够了！纪云厉声喝断，将向月月护在身后。杜春兰，你说小生是我的女儿，却一口一个小贱蹄子喊她，你究竟是有多恨我，才会编出这样的谎言？再者，18年没人发现的真相，怎么高考一结束，就有护士冒出来公开？
杜春兰被他几句话问得哑口无言，避重就轻道：“总之一句话，做亲子鉴定，做完以后，你把月月还给我，我把李建生还给你。”说到此处，他眼中划过一抹得意，挑眉道：“只可惜李建生他没福气，马上就要被认回豪门了，却到了胃癌晚期。不过你放心，我已经给他找好了归宿。他冥婚的对象家很有钱，连彩礼都给了30万。”他得意洋洋，期待看见纪云脸上痛心疾首的神情。可纪云只是把向月月搂得更紧，目带歉意地问我：“小生，我实在忍不了了，可以说了吗？”我忍着胃部的绞痛，点了点头。事到如今，这场持续18年的闹剧也该收场了。我已至生命尽头，不再期待得到爱，只希望伤我者不得安宁。杜春兰被我俩的眼神弄得不安，什么意思？你们背着我干了什么？纪云看着他的眼睛，18年前根本没有护士偷换小孩，不是吗？春兰，你我都知道，偷换小孩的人是你呀。杜春兰岂会被他一句话吓倒？他拒不认账：“谁告诉你的？居然编出这种瞎话！没有谁告诉我，是我亲眼看到的。”纪云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向月月，深吸一口气说：“当初你偷换了2个孩子，但你不知道，你走后，我又偷偷换了回来。”肉眼可见，向月月长长的舒出一口气。杜春兰的脸色却从不屑到震惊，到僵硬，再到恐惧，短短几秒钟，表情多番变化，最终化为不敢相信的跳脚。不可能，你撒谎！从下车到现在，杜春兰第一次真正破防，她整个人都处于红温状态，不顾一切扑向向月月。我不信，月月就是我的女儿，是我用尽心机托举起来的女儿，我让她受最好的教育，最多的宠爱，怎么可能会弄错？向月月一个闪身，任凭杜春兰扑了个空，摔在地上。他朝杜春兰吃了声：“小生做你的女儿，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杜春兰的胳膊被磕破，她却顾不上疼，转过头，一双血红的眼睛看我。或许直到此时此刻，她才第一次发自内心观察我。我和她一样的深窝眼、驼峰鼻、长圆脸。曾经她对此很不满，把这些归因于生活习惯的相似。她希望月月像她，却是我的相似为耻辱。她嫉妒纪云比她嫁得好，把所有的怨气发泄到我身上，而如今回旋镖扎在了她自己身上。妈妈，你不是吵着要做亲子鉴定吗？我请纪云拿出保管在他那里的亲子鉴定，亲手递给杜春兰。其实我早就做过了，因为我真的希望纪云阿姨是我妈妈，但很可惜，我的亲生母亲是你，真让人失望。杜春兰嘴唇微张，整个人仿佛被冻结，无法动弹。片刻后，她颤抖着抬起手，接过鉴定书，可没等她翻开，我终于强撑不住，喉头涌出一股鲜血。逐渐倾斜模糊的视野中，我看见杜春兰不顾一切向我跑来，她颤抖的声音在喊：“小生，我的小生啊！”我昏迷着，隐约听见杜春兰的哭声。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被换回来？不应该是他呀！我听见医生和他说话，病历显示病人青霉素过敏，用药注意。砰的一声，有什么重物掉落在地。杜春兰喃喃道：“青霉素过敏，和我一样。我以前竟然没发现如此小众的过敏源，如此有遗传性的巧合，似乎都在昭示我与她的母女关系。其实，只要杜春兰曾经带我看过病、输过液，她就会发现。可是没有，每次生病，她都是放任我自生自灭，因此才会错过我与她身上的诸多雷同。医生又说，现在的药只能帮她减轻痛苦。1个月前你们来的时候，如果好好治疗，她应该还能活个1年半载。但现在病情扩散，已经控制不住，没有再治疗的必要了。杜春兰反问：“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的女儿活不了几天了？”不等医生开口，她忽然扯开了嗓音，发疯一般跪下抱住医生的大腿：“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她是我唯一的女儿啊！她死了我怎么活？你要是就不活她，
我就天天来你们医院闹。我从你们医院的天台跳下去，医生大概是见惯了医闹的，压根不吃他这一套。之前不是你说不治的吗？这会儿想起扮演爱女儿的好妈妈，有什么用？杜春兰跌坐在地，眼神空洞，失去焦距。我那时候以为她是别人的女儿。医生冷冷地注视着她，言语间尽是厌恶。别人的女儿就能拿来卖了换彩礼？你这种心肠狠毒的女人，不配为母亲，少在这里装慈母了。恶心你女儿，也恶心我们这些旁人。有这个医闹的闲工夫，不如好好陪你女儿走完最后一程，让她过几天好日子。我在模糊中听见这话，恨不得立马就死。我不想让杜春兰陪我。如果地狱无她，那么地狱一定是比人间更温暖的存在。可我还是没死成。医生把我抢救回来，嘱咐杜春兰要趁我清醒，把该说的话抓紧说了。我与杜春兰有什么话可说？我闭上眼，装听不见。杜春兰却在我耳边喋喋不休，小声：“妈妈对不起你，妈妈不知道你被换回来了。早知道是你，妈妈一定会把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这些年你受苦了，妈妈会弥补你的。你有什么愿望，妈妈一定满足你。你跟妈妈说说话吧。妈妈后悔呀。”她在我旁边涕泗横流，吵得我心烦。于是我开口，确实有一个愿望。杜春兰的眼睛倏然亮起来，像是重新燃起希望，带着讨好朝我贴近。什么愿望？告诉妈妈，妈妈一定帮你完成。我讽刺地扯了扯嘴角，看着她，冷冷道：“我希望从来没当过你的女儿，能完成吗？”杜春兰眼中的光芒渐渐熄灭，无尽的失望和痛心将她淹没，让她几乎无法站立。过了许久，她捂住脸，失声痛哭，而我只是背过身，要哭请出去。我不想听见你的声音。杜春兰知道我不想和她说话，安静了许多。她只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或是坐在床边，贪恋地看着我。我的病越来越重，清醒的时间很少，但偶尔醒来，几次听见病房外闹哄哄，有人在咒骂杜春兰，我才知道。那天，杜春兰闯入向月月采访现场的视频在网上疯狂传播，无数网友替我声讨，说杜春兰不配为人母，还要求杜春兰放弃对我的监护权，不要在我身边碍眼。纪云出于同情或是愧疚，提出由他来照顾我，并且承担我的治疗费用。杜春兰把他轰出去，都怪你，为什么要换回来？就算换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么多年，你看着我折磨自己的女儿，却对你的女儿视如己出，你很爽是吧？我确实不是一个好母亲，但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纪云被他说的脸青一阵红一阵，给我的医院户头留下一笔钱，走了。还有其他提出要照顾我的网友，杜春兰通通不听，把这些声音关在门外，一心一意陪着我，真可笑。我最恨的人是我的监护人，死到临头还摆脱不了，还不如赶紧死了算了。等着我死的还另有其人。配阴婚的那户人家顺着新闻找了过来，七七49天快到了，他们要拉我回村里成婚。杜春兰说把彩礼退给他们，这阴婚不配了，对方却坚决不肯。你把女儿卖给我们，就是我家的人，必须入我家的坟。你说借他出来用2-3天，我们同意了。哪知道你有借无还，既然干出卖女儿这种事儿，现在就别装圣母。这家人不是善茬，说着就要来突抢。当初配阴婚的时候，杜春兰精挑细选了这户人家，就是因为对方不好惹，她想膈应纪云，期待看见纪云因此痛不欲生的模样。可最终却报应到他自己身上。眼看那户人家就要碰到我，杜春兰和他们厮打起来，他抄起我的拐杖，发疯似的向前挥去。对方不是吃素的，当他挥舞着拐杖过去的时候，对方眼疾手快，抓住他的胳膊，用力一掰，骨头发出一味的咔嗒声。只听杜春兰痛嚎一声，手上的力道松下，拐杖也落到地上，可他还是没有放弃。他踉跄起身，用头狠狠撞向所有试图抢走我的人，咬住他们的耳朵。
鼻子、脸颊，用力撕扯，硬生生撕了几块肉下来。休想带着我女儿，她就像一头龇牙咧嘴的兽。那家人虽然彪悍，但从未见过这样不要命的打法。惊惧之下，拿了退回的彩礼，走了。杜春兰气喘吁吁，她没顾着治伤，转过头朝我邀功，小声：“你看，我把他们赶走了。”她的眼睛亮晶晶，带着期待。妈妈可以为了你豁出这条命，妈妈真的很爱你，爱到可以不顾一切。小声，你原谅妈妈吧，好不好？她的脸因激动而涨红，似乎终于找到理由证明自己。那双浑浊急迫的眼睛盯着我，试图在我脸上找到一丝谅解。可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轻飘飘反问：“可是他们之所以会来，不是你造成的吗？如果不是杜春兰把我卖了，怎么会发生今天这一出？而他居然还想借此朝我邀功，省省吧！你身上受的伤，不及从前你伤我的1/1000。”杜春兰愕然失色，认命地低下了头，整个人仿佛陷入了寒冬，只剩颓丧萎靡。我心中有种悲凉的快意，血脉相连的母女沦落到这样的境地，我早已不再期待她的爱，但我也没有放下那句原谅，就算我不死，也永生永世不会答应。又过了几天，到了我岁的生日，这天我像是回光返照，精神变得格外好，终于熬到岁死前，我还有一件事想做。杜春兰小心翼翼来到我床前，说要送我生日礼物。她亲手做了一只发夹，一只镶着珍珠和蕾丝的小兔子发夹，比向月月10岁生日那年做得更大、更华丽。小生，这个小兔子发夹，你之前不是很喜欢吗？妈妈做了个更好的给你。她捧出发夹，想要给我戴上，碎的我想要。杜春兰把我打了一顿，而今碎的我已经不想要了。我看着发夹，淡淡说：“这一个没有当初你送给向月月的好看。”拒绝之语却让杜春兰欣喜若狂。小生，你想要原来那个对不对？妈妈这就去找向月月还回来。小生，你等着我，我很快回来。他以为我还会接受他的礼物，但我只是故意支走他。杜春兰前脚刚走，我就忍着疼痛打车去了派出所。今天我碎了，可以更改自己的名字了。我在派出所把剑生改为了剑生。剑生，看见众生，我愿见星辰宇宙，见山川流岚，见春树暮云，见河清月落。剑生，见幸福，告别今生，来世请让我见见幸福吧。番外，再度睁开眼，我发现自己重生了，重生成了一个婴儿。杜春兰正将我抱在怀中，休息时也不肯撒手。纪云就在隔壁的病床，这一世杜春兰没有偷换孩子，她给我取名剑生，跟死前我自己改的名字一样。她看我看得跟眼珠子似的，抽血做鉴定，确认我是她的孩子无误，才抱回家中。看着她这一系列举动，我清楚杜春兰也重生了。她想要弥补上一世对我的亏欠，恨不得将一切她拥有的都给我，就像上一世她对向月月做的那样。我只是一个婴孩，不会说话，也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不得不依靠她长大。我需要时间为独立积蓄资本。我本就聪明，上一世在她的打压下，尚且能够考上最好的高中。这一世，杜春兰竭尽所能地支持我。我如虎添翼，成绩名列前茅，就算偶尔失误，杜春兰也是满脸慈爱。没关系，我的女儿就是最棒的，妈妈永远爱你。与其说这话是给我听的，不如说是给她自己听的。唯有如此，能弥补她内心的悔恨。杜春兰精心调理我的饭食，替我养胃。岁那年，她亲手做了一只镶着珍珠和蕾丝的小兔子发夹，和上一世送给向月月的一模一样。她以为我会喜欢，可我只看了一眼，就别过头。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个发夹就膈应，好像之前在哪里见过，很恶心。杜春兰吓得脸色惨白，立刻将发夹扔进垃圾桶，好像生怕我想起来什么。她似乎没有发现我也重生了，又或是发现了，却寄希望于感化我。
让我忘记过去的一切。岁那年，我考上本地最好的初中，立刻要求住校。杜春兰舍不得我，希望我在家多陪陪她，可我只是皱了皱眉，流露出不耐烦，她就忙不迭同意了。只要我开心，她就同意我的一切条件。不过她还是担心我的胃，每天做了饭菜送到学校，保证我营养均衡。看着她殷殷切切的忙活，我却依然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上一世备受虐待的我，似乎飘在半空，冷冷看着杜春兰所做的一切，再感叹一句：原来被他爱是这样的感觉呀，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上一世我无比渴望得到的爱，这一世唾手可得，我却已经不再期待。岁那年，我参加中考，上一世我考了全区第一，而这一世我考了全市第一，顺利入读最好的高中，和向月月做了同学。大多数时候，我的成绩压他一头。杜春兰时常拿着班里的成绩单发呆，有时我能听到他口中念念有词：早知道靠我自己也可以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上一世何必偷换孩子？又抹了抹眼泪，幸好还有这一世可以弥补。等小生考上清华北大，我就带她去纪云面前，让她看看，就算她嫁入豪门又怎样？我的女儿就是比她的优秀，都第二世了，她居然还想着跟纪云攀比，本性难移。这一世，我顺利参加了高考，是状元，从向月月变成了我。得知记者要来采访，杜春兰得意洋洋，精心打扮。她还给纪云拨电话，让纪云和向月月准时收看我的采访。采访中，记者问我：“你已经成为市状元了，下一步还有什么愿望想实现？”我的目光从记者脸上移开，看向后面的杜春兰，微微偏过头，似笑非笑地问她：“妈妈，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快死了，被抢救回来？你问我有什么愿望吗？”杜春兰兴奋的笑容顿时凝固。这一世我没有被抢救过，那是上一世的事。当时我的回答和现在是一样的。我看着她，一字一句清晰无比。我希望从来没当过你的女儿。杜春兰浑身瘫软，似乎失去了所有力气。她哽咽着，带着哭腔，绝望地问：“你也回来了？”我点点头。她又问：“年了，你有没有哪一刻原谅过我？”我摇摇头，从未。若是这样原谅，我对不起上一世的自己。那些痛苦悲怆的记忆还停留在我的身体里。他不是爱我，他只是爱他自己塑造出来的慈母形象。一个为女儿无私奉献、不择手段的母亲，换做谁是她的女儿都无所谓。采访结束后，我收拾行李离开了这个家。今后我不会再回来了，你好自为之。杜春兰无力地站在门边，她自知没有挽留的资格，只是默默看着我，而我一次也没回头。从此挣脱束缚，我要见星辰宇宙，见山川流岚，见春树暮云，见河清月落。今生的幸福由我自己给，见生，见幸福，这一世我一定可以看见。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如果您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我们下期视频再见。